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分享3个 tips，平时我在 Midjourney 使用的时候非常省时间省力的。要看到视频最后，你才能总体的掌握这些 tips，让你平时使用 Midjourney 的时候更加流畅。Original 的这个照片是1.2 MB 哈，就是这个哦，这么快就过来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Upscale 的，最近我特别喜欢这个工具，因为它可以明显的，上回我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个 Upscale 的工具。网页，但是这个跟那个比起来，就是有对比、有疗效那种可以看到即时的效果。这个照片传上去了哈，我给它现在是屏幕死标的。然后呢，左边这个是我们 original 的，右边是我们想几倍给它扩大的，应该是可以最大放到4倍，但是这个就是得一张一张放，没有那种批量处理的哈。批量处理的我还得再研究研究。Enhance quality 我们给这个变成好可以。哦，这是我之前的，一会儿可以看一下。我们变成4倍的，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呢？就是当你鼠标移动在这个毛孔上，或这个人的脸的气质，特别是头发丝啊这块，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右边的像素做的比较精细化。这个特别是这个地方哈，就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，就这边的画质更好。但是平时一般的，你如果是不做什么特大的封面啊或什么这种，还是可以忍受。就是像电脑啊或手机上看，但是有高级的修图的要求，可能就是会花一些时间去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精细的像素。刚才看衣服褶皱这个地方很明显，就是能看出来右边的很平滑，就是边缘线都弄得特别平滑完整。这种眼眉这块，这个图片啊，我给它添加一个，在这个信息这块我添加一个 emoji。你这次调用过，下次就可以直接继续调用。你要搜到就是这个 envelope，一定要选择第一款 envelope，然后你这个地方就加上一个 emoji。接下来你要去找到你的 chatbot 私信，你 Journey chatbot，这是我之前 generate 出来的。你用这个 envelope 的小东西放过来，找到你的这个 chatbot，你就可以看到你这个 job ID 和 seed number， 还有这个，对，这个就是我想找到的，就快速找到你这个心仪的照片，就不用一直翻到地球毁灭。如果这个视频在任何维度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您的任何一个动作，比如说点赞呐或什么，都是对我原创工作者最大的支持。不光局限于你的 Journey 上图，我有的时候还去 Instagram 上找图，比如说像这个妞子，还有这个妞子的一个，然后和自己的照片合成起来。有的同学说合成出来的照片不像，但是你尽量就是你回头的一个动作和 pose 大概要不然它 pick 不到你那个脸。像这个侧颜的，我看到这个原来这个头像上哈，给大家这是原来这个人就是侧颜，所以我就是选了一个相当于自己一个侧颜的照片哈。然后把它俩合成起来，也就是跟那位同学说，也就有50%的韵味吧，反正是有你的自己的一些元素在里，不会不达到70-80那种相似程度，请大家放低预期。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在那个 Instagram 上寻找灵感。这几张我给他的侧颜哈，因为我没有加其他那些特别复杂的，像那个胶片感觉的那些关键词。所以它粘出来还是很接近，就是特别是左下这第一张，很接近我本人的一个侧颜的一个状态。同学们，这个就是 Midjourney 的 CEO，我也是第一次人肉到这位本人是这个样子的，是2022年 March 3月份 Midjourney 开始对 public release 的吧。OK，Lead Motion，这个我不太了解。哇哦 ，OK，这个人 Student Researcher 居然 work for NASA， 害怕了吧？有一点厉害。在大家一起玩这个 Midjourney 的过程中，就是抱团取暖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肯定有一些平时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呢，有可能会在这几个播放列表中出现，所以点它点它。